大家好，我是夜猫 QQ 的 Queenie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 Dream Plaza，它原本是信义成品，这次呢重新装潢，它有进驻了许多新的品牌。那我们今天来吃的呢就是吃到饱，它是享宾集团第6个品牌 Urban Paradise。那它里面呢有9大主题餐区，有200多道的餐点供你选择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去开箱看看它的美味吧。Enjoy Taipei! Urban Paradise！ 好啦，你好，昨天想给您接一下哦。其实里面请2位，我们这边请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用餐环境。好的。大餐区，然后左手边可以先看到的是香香跟脆脆，那这个是提供我们各国融合的烤物跟炸物料理。好，有海鲜、生鱼片、特色小锅跟我们右手边的握寿司，在右侧边有提供红酒、白酒、气泡酒、啤酒、美酒跟小米酒，都可以请侍酒部分你们搭配跟进货哦。好，提供我们的主厨沙拉、特色手卷以及我们的餐厅小点。角落的部分是美乐蒂的披萨、迷你吐司，还有我们的焗烤肉。披萨呢是提供现切的铁板料理的熏牛腹跟猪肋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位置在前面这边，看他们的位置哦。好，我们绕了一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，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后面会议席的部分呢，则是有提供我们的街头小吃，有我们的热炒，有我们的鹅肉汤面，在街头一点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麻辣烫。如果喜欢吃辣的话，我觉得不要错过，这个蛮好吃的。哦，好。对，那我们也有提供醒酒的汤品、粥品。角落的部分呢是光哥类，有提供全点圣代跟我们的冰淇淋。午间的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全点圣代冰淇淋，我们这次的冰淇淋呢是跟全伟家联名合作的，那部分是含有酒精的，待会使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有茶、咖啡、果汁跟水果也在内区可以取得。最后是我们重头戏 Oasis， 有提供 Urban Paradise 限定的调酒、调饮，以及我们中间3注的精酿啤酒。左边有无酒精的饮料，是我们自取式的贩卖机，都不用投币，直接按就可以了。直接按。对，待会需要厕所的话呢，我们待会直接步幕走出去，直走或者右转，两边都有，就按照上面的指示就可以了。OK。那我们用餐的部分是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，会有周边人帮你们做买单哦。好，那洗手的话呢，位置的右前方就可以就近洗手。OK。在位置的右前方。干湿纸巾的部分的话呢，我放在那个台面上，待会走过去有一个，但是台面上比较长一条一点点的，就可以可以取用。直走嘛？对，直走左手边而已，就是在这个 Ocean Bar 的旁边左手边。好，对对，谢谢您，用餐愉快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已经入座拿完了一轮的餐啦，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开吃吧。首先我们开吃的这一区呢是 Ocean Bar，Ocean Bar 它里面有生鱼片、握寿司，还有手卷以及甲壳类海鲜。那我现在拿的呢，这个是手卷，主要是甜虾口味，还有鲜科口味。它是鲜科硬丝口味，这2个手卷的话都还蛮特别的，饭量也都不会很多哦。这是甜虾手卷。它上面点缀的那个比较像是明太子的鱼卵，搭配甜虾，甜虾本身的甜度呢是很刚好的，也很鲜甜，没有海鲜的那种腥味。海苔也是非常脆口的，很酥的海苔。这个是我有询问服务人员的，他说他们这一个蚵仔，他们调味方式硬丝油呢是还不错的。它这个硬丝油呢里面是有一些小豆芽菜，本身没有换。它本身的这个米粒啊，吃起来蛮浓厚的味道，可是腥味的话倒是还好，只不过它的惊艳感比较少一点，主打一个比较温和的感觉，都没有那种太过强烈的味道，还不错，清爽。那这个是让我最感兴趣的海胆干贝最重，他们这里的话上面是海胆，也有一些青葱点缀，还有干贝，以及下面这里的话，它会稍微放一点点的米饭，再来就是旁边的海苔以及碎松饼，闻起来也是蛮鲜的。干贝我们是晚上才有限定的哦。好。
不会很独特。你入口之后都是那种最终饼，很重很重的那个饼味，再来才会慢慢带出它干贝的味道。干贝是属于鲜甜型的，味道没有太重。海胆也是清甜型的，它们的味道都刚好都是融合在一起的，不会特别说吃出两个分开来的味道。里面最重的味道其实就是最终饼，最终饼就把所有的味道都盖过去。那米饭的存在感也很低啦，米饭它也没有放很多，主打应该就是把干贝啊，还有海胆啊，给它粘住住而已。这道我推很好吃，可是你如果想要单纯吃到干贝的味道啊，干贝的味道比较淡。接下来吃的这一个呢是西瓜丝绸乳酪沙拉，他们的服务人员呢，餐台服务人员有说他们的西瓜呢是有用七味粉下去做腌制的，所以会有七味粉的味道，微微辣辣的，再搭配丝绸乳酪试试看。丝绸乳酪的那个奶香跟西瓜搭在一起，非常的开胃清爽，而且起司的那个奶香啊，跟西瓜搭的刚刚好。我很喜欢这道，如果你们有喜欢吃沙拉的话，这个必拿，丝绸乳酪必拿。它的起司的味道让西瓜整个就是很舒服。那接下来这一个呢是青木瓜沙拉，青木瓜的沙拉，它的虾子也是很新鲜，不过它的虾肉比较没有那么弹，虾肉的话是有点稍稍粉粉的。青木瓜的脆感比较脆，但也是新鲜。它这个是果碎沙拉，果碎沙拉是非常清爽的，可是你如果怕芹菜的，就不太推你。就是清爽去的，蟹肉的话甜度它比较低一点。再来就是餐台人员他有推荐的他们的制作凤梨酱比较特别，他说他们的凤梨酱跟这些生菜类的都还蛮搭的。刚刚有吃了一口，很赞。他们的凤梨酱很特别，不是死甜的凤梨酱，是香的，而且酱感的话不是那种浓稠的，它是那种清甜的，它可以带出蔬菜的甜味，好吃。那接下来吃的这个就是我最爱，每次吃到饱的时候一定必拿的生鱼片系列跟握寿司系列。我比较喜欢生食、冷食类。那刚刚看餐台他们的那个生鱼片啊，目前是4款，可能会随机更改。那有旗鱼、尾鱼、鲑鱼，还有我最爱的青干。我喜欢搭点缀的芥末，跟沾一点酱油。去吃它那个本身鱼肉的咸味，他们青干的肉非常的细腻，很甘甜，我很喜欢青干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先吃青干，我没有套顺序吃，就是主打的就是先吃一个自己喜欢吃的。这是旗鱼啊，刚刚的青干的尾韵鱼味蛮重的哦，他们的旗鱼也很甜。肉质的话是稍微咬得到它那个一丝一丝鱼肉的感觉，可是它也是算很腻。就说你拿的这个酒是什么酒？适合搭海鲜 EPS 气泡酒，黄金气泡酒。要说是适合搭生鱼片，这一杯是适合搭海鲜。我是很怕酒味的人，可是它的这一款酒味蛮好的。不会到太重，而且我刚刚吃生鱼片，喝上它一口的话，我刚刚嘴巴里面那个生鱼片的那个鱼味被去除掉，留下来是那个生鱼片的甜味，很赞呢。那接下来我拿的这一个是尾鱼，不过它的尾鱼的颜色没有特别深。尾鱼的鱼肉再更细腻，在嘴巴里是直接化开了。尾鱼很赞呢。再来是鲑鱼，我的最爱。他们的鲑鱼很肥，油脂很丰富，很舒服，但是也是需要咀嚼的，比较有点口感的鲑鱼。你们看看那个鲑鱼的油花，油花很美，很漂亮。这个鲑鱼吃的超幸福的。他们这一回的鲑鱼比青干还要优秀，因为青干我是觉得它尾韵有点鱼味比较重嘛，一样好吃，都很好吃。
在大家看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加州卷啊，他们是有点日式融合美式的概念，看起来都非常的吸睛，我就都拿了，不然我之前不会拿那么多握寿司，就是路过就走了。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它有一个鲔鱼握寿司，感觉还不错，鲔鱼卤肉握寿司。它上面这个是天妇罗的大鱼，上面这个酱啊，有点酸酸甜甜辣辣的这样子，可是辣度不会很明显，就是其而味，它的酸味比较重。那鲔鱼吃起来有点腌制过的，还不错。它的这个醋饭的整个表现也都很舒服，这个可以拿，这个超好吃，很开胃，吃的很开胃。再来是这个牛肉加州卷。它的中间感觉是有放洋葱，上面的话是牛肉，还有一些酸豆。闻起来的话，上面这个黄黄的是黄芥末。它上面白白的那个啊，有个黑黑点点，那个是松露美乃滋。中间白色的这个一圈的话，它是有放乳酪、去脂综合掉红烧味。整体吃起来的那个寿司尾韵都是甜的，其实蛮香的，奶香卤感味是非常重的。接下来我们吃的呢是鲑鱼加州卷，上面的鲑鱼卵就很吸引人，还有放一些酸黄瓜，应该也是让它综合掉那个油腻。它上面的酸黄瓜把鲑鱼的那个油感都淡化掉了，不过它这一款尾韵有点鲑鱼的那个腥味，有一点点而已。你有很怕鱼味的人的话，可以避开这一款。接下来这一个呢是他们的鲔鱼丝握寿司。这款很好吃，它中间是那个大天妇罗的，它的鲔鱼丝的味道很重，吃起来反而比较像柴鱼片，很细碎的柴鱼片。可能饭感呢是很细腻的，它的中间我吃不出来是什么，有点像章鱼的那种口感，可是它又比章鱼软，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必拿，它很香。这一个呢是软壳蟹，这个我稍微记一下名字，这个是软壳蟹卷寿司。它有搭一些螺鳗的，看起来它有搭螺鳗跟小黄瓜。哦天哪，它散掉了。那我就分开吃。它的软壳蟹很香啊，原本以为它中间的那个面液会带点那种软润感，可是它没有，它中间的面液还是保有一些脆脆的感觉，再搭配它的那个螺鳗刚刚好，整个就是很清爽。然后它这一款的那个醋饭味比较淡，没什么醋饭味，小黄瓜也很甜哦。接下来是的这个是它有酪梨跟虾子，还有鱼子半圆球状。它旁边有一些细碎的这个丝是他们的蟹肉，这一款是我目前吃起来它醋饭味道最浓的，醋饭很酸，这个蛮好吃的。它的鲜虾跟那个蟹肉丝跟它的那个鱼子这样整个融合在一起，海味直接蛮冲击的，蟹味是我目前吃起来最重的一款，好吃。再来是这个龙卷，里面有包饭，它是里面有带点紫苏的。我想起名字了，它叫剑仙紫苏冬卷。醋饭就是偏软，比较软糯糯的这个。紫苏味属于淡雅的，不是那种很重的紫苏味。冬卷也是蛮新鲜的哦，味道很好。接下来呢，这五个是握寿司系列，是炙烧系列的。你跟师傅点，那他们这边呢很棒的就是握寿司的餐台是没有限数量的，你跟师傅点几个都 OK。那首先我们这里呢，等一下就会先吃鲑鱼炙烧握寿司。还有这里有比目鱼鳍边握寿司，以及它的清干握寿司、甜虾握寿司，它还有和牛炙烧握寿司。我特别问，因为它和牛的话上面点缀的这个是什么？他说是煎饼脆骨。那比目鱼鳍边它上面点缀的是鱼子酱。
感觉味道比较淡的是甜虾，我就先吃甜虾啦。真的很喜欢炙烧类的握寿司，他就会把它上面点缀那个 cheese 啊，以及它美乃滋那个奶香味炙烧过，因为我蛮怕美乃滋的，可是有炙烧过的美乃滋就会比较香，比较没有我害怕的那种油甜感。甜虾的存在感比较低，但也是表现很不错的，味道很好。接下来我吃和牛握寿司，和牛脆骨。我刚刚还没放进嘴巴里面，它那个牛味就已经在鼻子旁边绕啊绕。吃进去之后，它的牛肉是属于直接可以化开的那种，不太需要费劲咬。我会把它留在嘴巴里面咀嚼那个味道，它的炙烧香气是比刚刚的甜虾的炙烧握寿司还要强烈。上面的脆果微微的脆，没有到非常脆。那这个是比目鱼原色啦。它搭配的是松露酱，味道很赞。它的比目鱼才是真正的，就是你一进入口直接就不见了。我只感受得到他们的醋饭，他们握寿司这边的醋饭呢，就比较有酸感。接下来吃的是青干，青干上面它有放一些紫洋葱。青干是里面鱼味比较重一点点，可是肉质都是非常好。今天吃他们的肉质都是很细腻，但是它鱼味比较重。我来配配餐酒，好，看完餐酒很棒，瞬间就可以把那个生鱼片的那个很重的那个鱼味给带掉。其实他们的这个鱼味不是腥味，就是比较自然的味道，还不错。再来这个呢是炙烧鲑鱼握寿司，这个也是闻起来炙烧味就很浓了。鲑鱼一样，一如往常的正常的发挥，很正常的发挥。炙烧味的话，最重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牛这一款。再来口感直接化开来，印象深刻的就是比目鱼。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推荐你拿和牛跟比目鱼这两款。来吃这一个他们的开胃小菜，这是他们的旗鱼。刚刚这个酱单吃的话，很没有存在感，就是奶奶的。可是配上它刚刚的这个旗鱼之后，把它整个就是立体化了。可是它比较清爽，没什么特点的味道。再来就是这个油醋干贝，我还蛮期待这一款的，它有白萝卜哦，这个感觉是葡萄片。这个味道很好，它有一个柚子香气。这应该是接骨木的味道，接骨木的味道很香。这个我推，你要吃干贝的话就吃它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直接吃完了，这超级无敌好吃。接下来是它的软丝，它的软丝看起来很鲜甜。来吃吃看，它是不是真的很鲜甜？软丝是有口感的，很赞，微微的脆，但是是好咬的那一种。软丝的味道很好。接下来就是蛋菜，就是不要有腥味就好。我没有特别拿他们5味酱啊，他们是有很多酱可以去做搭配，但我喜欢沾那个 wasabi 跟酱油。蛋菜没有太怕的海味，喜欢蛋菜的人可以拿。接下来是他们的海瓜子，海瓜子的鲜甜味还蛮香的，这个海瓜子也可以拿，海瓜子很赞，我喜欢，可是它的肉质就是比较软。接下来拿的这个是凤螺，凤螺牛肉很好吃，没什么阻碍。
凤螺是它原本这样子的搭配，没有干酱，卤味算是自然的，可是尾韵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螺腥味。我要喝喝看那一款，你说适合配海鲜？配海鲜。哦，这款的酒感比较重，而它的尾韵比较甜。接下来吃的这个呢，是他们开胃小吃那边的蒸牛肉。蒸牛肉的表现非常淡，我很喜欢。可是它比较有口感啊，要咀嚼比较久，但是它本身那个牛味的油脂很舒服，然后越咬越香，会咬到它的那个芝麻香气，两个合在一起很赞诶。它的洋葱还可以去掉它本身的那个油感，好吃。接下来也是我的最爱啦，甲壳类区要动手的一区。先来吃他们的白虾，白虾很大，这个原味白虾。刚刚剥他们的白虾非常好剥，白虾肥嫩，甜味很足，口感也很足，是 Q 弹的虾子，吃起来就是整个感觉他们的虾子非常活泼。很有生命力的虾子，我很喜欢。再来这个是他们的面包蟹，刚好拿到是有蛋的，它不是每一个都有蛋哦。刚刚看是感觉应该是随机的，他们这个就是大概切半只这样子。这面包蟹真的很幸福，可以一口刷它的那个蛋。它面包蟹是没有腥味的，跟平常去吃像他们的续集啊，还是想想啊，味道都是表现，海鲜都是表现的中规中矩，都很赞。所以你如果喜欢吃海鲜，就可以放心拿这样。哇，面拉成功！这个是他们俄罗斯雪蟹店，很清甜的味道，就是海味啊。可是他们有死咸，真的很喜欢他们煮的海鲜，都很赞。蟹味也算是清淡的哟。再来吃的这个，看这个壳应该是红鲟，红鲟就比较小只。刚刚看他们的红鲟都普遍都是偏小的。但是红鲟小归小，可是它的肉是我吃起来目前最甜的，好吃，红鲟好吃。接下来吃的是面包蟹，刚看，不是面包蟹，这是花蟹啊，花蟹很大只，目前看尺寸最大的，可是它里面没有蛋蛋，就是正常发挥。它这个肉比较混，但甜味最浓。三个比起来，我会喜欢红鲟多一点，红鲟的肉真的是比较好。可是以整体表现是面包蟹吃起来最舒服。再来吃的这里呢，一样是开胃小菜，他们开胃小菜超多的。我光前面的那个生鱼片啊，欧旋霸这里我就吃不完，还有他们的鲑鱼，这个是开胃小菜那边的，这个是鲑鱼奶油卤肉泡芙。它的烟熏鲑鱼很浓，里面还有很浓的石螺味。它们泡芙跟它整个就是融合在一起，是很舒服的感觉，吃起来也没有那种卤的感觉。这款烟熏味蛮重的。那接下来吃的呢，这个是松露洋芋千层。它的千层的那个蛋啊，吃起来比较接近玉子烧的味道，它的松露味蛮重的。上面点缀的这个是小火腿，小火腿有点咸香的，让它整个味道就是非常的开胃顺口。这一款可以拿，这一款很好吃，咸咸甜甜必推。这一款呢是他们的鲍鱼，它整体的调味非常赞，味道很浓，鲍鱼的口感非常的好，喜欢的话一定要拿。接下来吃的呢，这一个是青酱生虾。它的青酱很赞，生虾很新鲜，滑溜就下去了。生虾的那个虾肉是比较细腻的，很好入口。那这个呢是火腿taco，感觉有很多洋葱，因为太好奇了。
平常比较少在吃猪肉啦，因为我有点怕猪肉的骚味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精致，就试试看，也许看一下。它的叉头很酥，但是这个cheese会让我整个遗忘掉它上面的熏酱，整个都是融合在一起。它这款的咸度是很重的，建议你要配点酒，它就是非常适合当下酒菜，真的很赞，而且它很咸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无酒精调酒2款，闻起来很香哎，有个花香味的感觉，蜂蜜味吗？对，它有一款叫做 Dragon Kiss， 它有龙眼蜜浆、柠檬跟蜂蜜。哦，这几个拆开来都是我喜欢的东西，不知道合在一起会怎样，需要来一点。哦，这很赞，它就是蜂蜜气泡饮的感觉。你如果跟我一样喜欢汽水的话，这个一定要拿。很舒服，而且它是有层次的舒服哦，它不是那种单单独独的，就是蜂蜜味，鼻子也会闻到那个花香。因为我刚刚有吃这个生火腿，它比较咸，喝了它之后就特别的解它的咸度。他们无酒精也很厉害耶。那接下来呢，吃的就是餐酒馆啊都会遇到的，它是属于小盅的多利多汁，还有酪梨酱以及沙沙酱，再打点洋葱、酸奶。餐台人员有再多给我一些酪梨，可是它其实在旁边呢也可以自己加哦。酪梨是酸感的酪梨。很赞，是很适合，就是你在家啊，看着剧、追着剧啊，你一包就旋风了。好吃，喜欢的话就可以拿。可是它口味算是比较咸的哦。接下来吃的这一个呢，是他们的冷肉组合啊。冷肉组合我拿了我喜欢的，还有我好奇的。我很喜欢卡门贝尔跟无花果，这是烟熏牛肉。再来就是餐台人员介绍的辣椒，可是不会很辣，他们有特殊处理过，是很好吃的哦。它是甜的，很像水果的辣椒。好幸福啊！卡门贝尔搭无花果跟盐焗牛肉，整个就是绝配，很赞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杯。像我这种怕酒味的话，然后无酒精的选茶。不过他们这里的调酒非常多，18款调酒，3款啤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了它的铁板区 Viva 这边呢是热门区，限拿2份，可以跟师傅选择你要虾子、牛肉或者是干贝。那他们现在干贝贴心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选择只要干贝就好了。那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像我一样试试看他们的松饼，他们的松饼皮现在就是放在前面，让你直接去搭配这个干贝。旁边这一个的话呢是师傅另外装的海藻奶油酱，如果要整个一起吃的话，它就是松饼再搭上它的海藻跟奶油酱。你可以用这个干贝去裹啦，有点麻烦，就是用干贝去裹它。而且它的这个干贝的尺寸是目前看有提供干贝的摊台的话最大的哦，然后你就把它放上去，一口炫。我期待这一道很久了。你如果有来的人的话，我建议可以至少拿2个以上。它的干贝呢，炙烧过后它香气非常的浓厚，外壳是有点是炙烧的那种香气味，它2个搭起来是非常搭的哦。松饼的那个湿润的那个甜味，让干贝的甜度又再往上升，很赞。它的海藻奶油吃起来就是咸香的，尾韵会有一点海苔酱的味道，拿2个以上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呢，师傅说它是葱酱淋大虾，大虾他有帮你做开背的处理哦，又来动手的时刻啦。而且这个虾的尺寸非常的之大，不过刚刚师傅他把酱淋在虾子的上面，我壳剥掉了，就没有酱了。没关系，我给它裹回去。这样闻它的风味很厚哎。油香的调味就是靠虾子本身的味道，虾子的鲜甜，虾子是很 Q 弹的虾子。不过这个经验感比较还好。接下来要吃我期待的9国烤生蚝，以及莲花原味的烤生蚝。它很轻松的就撸下来，闻起来是没有腥味。蚝味很浓哦，也很甜。但你怕蚝味的人，这个就难吃。可是它是新鲜的哦，很甘甜的海中的牛奶，很赞。好幸福。接下来吃的这个呢是9国的，这个 Viva 这边呢生蚝区也是要排队，很热门的，也是限拿2份。2个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莲花的。9国的话，本身的蚝味会被它带过去，但是它的蚝味就比较没有那么重。如果你怕蚝味的话，就可以吃它看看。
接下来要去其他区啦。接下来吃的这一区呢，是他们的烤物区啦。烤物区最吸睛的就是他们的螺旋玉米浓汤，是他们说是美墨风味的玉米浓汤哦。再来就是大家都说它是棺材版的菌菇厚片吐司。它的吐司很酥真的很像棺材版。菌菇主打呢，整个它的酱是属于比较奶香，而他们的吐司选的非常好，但是它整体吃起来，我只感受得到它吐司的香气而已，可拿可不拿，因为它比较淡味。但这个就是纯粹为了外表拿它的，好像没有汤匙。我去拿汤，我再去拿点菜好了。这个你看，哒哒哒，这个香鱼我怀疑它有蛋，你看它很肥。我又忘记拿汤匙，那没关系，我先吃别的。这个是烤物区，首先这一个呢比较小的这一个是和牛莫雷烤饼，它里面呢有放黄椒，你如果是怕黄甜椒的话，这个要30，它里面有放。烤饼呢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，但整体吃起来是舒服的。那这一款是什么？这看起来也很好喝。看一下，也是无酒精的吗？对，无酒精，它叫做秘鲁南风，有凤梨、柠檬、红石榴、蜂蜜水。哦，听起来很厉害。好熟悉的味道。基底喝起来是很柠檬汁的感觉，可是它入口有一个很熟悉的味道，突然想不起来，但是这个味道是那种街边小时候饮品的那种味道，好熟悉哦。就是刚入口的那个瞬间，有一个凤梨冰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凤梨冰融化在你嘴巴里面那个香气，好喝。小时候它是不是5块钱的凤梨冰？它是不是里面有放凤梨？对。哦，难怪我一直有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。这两款比起来无酒精都很好喝但是我最爱的还是这个蜂蜜龙眼，气泡感也比较重。可是你如果是怕那个龙眼干的那个有一个烟熏味，这个的话你就可以避开拿。接下来是这个是像是在烤物区的虾子，它的口感，外层的那个酱的口感，整体吃起来很像煎虾虾球的口感。可是它的虾子很弹，是目前吃过最弹的。它整体的味道很好这个我很推你们拿。可是它名字都太长了，记不太住。再来这个我有记住，和牛肉丸，名字简短，简洁有力。和牛味很重，搭配它的cheese，这道吃起来感觉饱足感会蛮重的哦。它的尾韵也有一点点的那个牛的腥味，可是你可以搭它那个，它上面如果酱，就可以中和掉那个味道。接下来就是吃这个牙齿会黑的墨鱼炖饭。墨鱼炖饭好温柔，米饭很软，我喜欢那个米粒感重的，就是硬一点的米心，这个太软了，不太习惯。所以它墨鱼很好吃哦。它本身的调味是靠那个，它上面旁边有点缀一些葱酱。墨鱼炖饭可拿可不拿。再来这个就是西班牙烘蛋，很大，上面还有打满了那个起司，蛋香闻起来很浓。它上面煎的恰达，里面的马铃薯吃到的那个颗粒也很舒服，也是温和感的。这道推很好吃，清甜温和又有气势的香气。再来这个就是他们的牛肉，熟成牛胸脯，他们是用核桃木下去烤的哦。来试试看他们牛肉表现如何。那他们的牛肉餐台有2种酱，一种呢是白酱，一种是 BBQ 酱 ，BBQ 烤肉酱。那师傅说呢，他们的那个白酱是偏酸感比较重的，搭牛肉很搭。他个人是比较喜欢白酱，所以他跟我推白酱，就先来试试看师傅推荐的白酱吧。
他推的白酱有个烟熏味，而牛胸部也有核桃木熏过的木头烟熏味。牛肉的感觉呢是非常的嫩，而且这个甜度不会很腻，甘甜的牛肉味，很自然又很细腻又很舒服。牛胸部必拿。那接下来吃的这个呢，是他们的蘸的是BBQ红酱，闻起来也是BBQ红酱的话有那种烟熏红椒粉的味道比较重。红酱的话，它是甜感，反而比较盖掉一些牛味的，所以师傅推荐的白酱真的是比较搭他们的牛胸部。那接下来一样停留在我们的烤肉区啦，烤肉区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，整个就是看不完。那我们就先吃尺寸最小的吧。这个呢是粤式大馄饨，它是蟹肉风味的哦，底下呢还有加一个酸甜酱。它的酸甜酱是有点果冻冻的，是蛮自然的味道，没有那种很奇怪的化学味，还蛮赞的。而且它里面的蟹肉啊，你在咀嚼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蟹肉一丝一丝的，搭配它的猪肉，它可以把我害怕的那种猪腥味给盖掉。这款不错，粤式大馄饨，可以拿加点那个果餐酒，就很赞，这好吃。大物比较需要换一个最甜的味道，那这个是金黄炸玉丸，玉丸中间有个肉松，有一丁点的肉松，没有到很多。芋头味其实是你要咀嚼之后，你才能够把它的芋头味散发出来。它外层这个酥皮啊，是有点疙瘩状的那种酥皮，粗粗的面包粉下去炸，很好吃，算甜口，甜度是还好，没什么感受到它肉松的口感。那这一款是蛮特别的。像是鲜鱼饼，还有搭它的酱，来试试看。本菜是瞬间来到菜市，本身有一个香茅味在，越咬那个香茅味会越重这样。因为它不用蘸酱就很好吃，而且它有点姜味哦。你如果怕姜的人的话，这个要慎选。它整体的味道其实算蛮复杂的，但是是好吃的，好吃的复杂。你如果是重口味的话，这一道我就推你。那这个啊，他们的披萨跟别人的披萨不一样，因为披萨是用佛卡夏面包做基底下去做出来的披萨。那他们底下的这个面包体啊，我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它就是佛卡夏红豆大的一个面包，有淋一些橄榄油。那上面我选的是乌金山口味，乌金山口味它就是有乌鱼子以及火腿跟芝麻叶。那这边的披萨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我是牛肉控跟海鲜控，我觉得很想要选择它的披萨，是希望它是有海鲜的跟牛肉的。可是它这边刚好搭的呢3款都是猪肉，就比较可惜一点。可是你可以吃吃看，因为他们是用佛卡夏当基底哦。来吃一口，他们的面包很赞，有那种橄榄油的香气，我很喜欢。咬一口乌鱼子，我其实有点害怕乌鱼子，我觉得它味道很腥。他们乌鱼子猪也很好，没有我害怕的那种腥味，很赞。来一口，全部都搭在一起的吧。它全部合在一起，觉得超有层次的，因为每一口咀嚼它化开来的那种感觉，面包的香气，佛卡夏的那种蓬松，乌鱼子的味道会让你整个就是在海洋里面游泳的那种感觉。火腿偏咸，可是它火腿呢，你咬着咬着，你带到它芝麻叶，可以解掉它的那个咸度跟它的那个腻感，好吃。这个我推。可是你如果是比较清淡口味的话，你可以选它其他2款披萨。然后我刚刚去拿的这个是他们的莫扎起司条，我看别人吃的都是超级小条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巨无霸，我拿的是巨无霸。我在想说为什么炫它，我先吃它的原味。它没有弹稀的感觉，它里面因为透过高温下去炸，我刚刚咬下去，它里面有一点空洞的。我以为你咬下去它会一直很拉是吧？没有，起司味也是偏淡的，外面的酥皮感很重。我来沾沾它的那个，他们前面还有几款酱，有松露美乃滋、辣味美乃滋以及墨西哥牛肉辣酱。我选了松露美乃滋跟辣酱，先来搭配美乃滋。美乃滋很松露，可是它
的美乃滋不是我喜欢的，刚好就是我害怕那种甜腻感的美乃滋啊，松露很赞，松露味很赞，有可能是因为它是炸的，我又挑到了美乃滋，就更油了，吃起来反而没有解腻。要加腊肉酱，如果要加腊肉酱可以解腻，腊肉酱会有一点点酸酸的。这个就是纯粹为了外表搭它的螺旋玉米浓汤，这其实再想想也遇得到了。我想要先吃一下它的酥皮。我看每个人吃酥皮浓汤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习惯就是先啃一下它的皮是如何的酥，因为它的酥皮本身就很厉害，因为吃起来有点像你在吃喜酒的时候会拿到的那个杏仁小饼干。我分享给你就知道了。婚宴喜宴那种喜饼打开那种杏仁薄片小饼干那种，只是它比较再更薄。这个好香哦，很香的。我吃法比较高管，它干的吃就很好吃了，我就这样子啃个几下再把它戳进去。真的是美墨风味，因为我本身是标准对甜椒类还好的，它就是有浓浓的甜椒味，玉米浓汤，玉米味比较淡，甜椒味比较重。它的酥皮啊，你把它丢下去，这个玉米的清甜就会不见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里面大概就是这样，质地大概就是这样。它不会到很勾，就是比较稀的汤。因为我们刚刚找不到汤匙，所以一直用叉子。口味偏清淡，喜欢喝汤的话，这一款就看你要不要。就尝试看看美墨风味的玉米浓汤，玉米汤是清甜的，但椒味很重，对我来说啦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这个是香区，那我馋这个香鱼很久，不知道它有没有淡淡，我希望它有淡淡，先加点柠檬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没有淡淡的，可是它们的香鱼很美很肥，会让人家觉得有淡淡。来吃吃看。香鱼好香，好油，好幸福。我都习惯把食物放凉再吃啊，所以现在吃温度呢是对我来说是温温的，刚刚好的。香鱼很清甜，鱼肉呢也是非常好咀嚼的，一咬它就化开。好吃。那再来吃的呢，这一个就是软丝，试试看原味的软丝，它是烟烤软丝。一个路边摊探头的一个香气直接冲过来，很赞，比较有嚼劲一点，可是它越咬越香。而且你咬的每一口的话，那个甜味会散发出来，很香耶，我喜欢，那个可以拿去拿。那我们这个呢是明太子山药。明太子很脆黏，咔吱咔吱的甜感，美乃滋的甜感，就炙烧过后很香，是属于非常配酒的零嘴。那这里是烤牛肉，就比较甜甜的烤牛肉，我喜欢咸一点的烤牛肉，这个我比较不习惯。刚好就咬到它的肥油，也是好吃的，只是它油感比较重，我会害怕。这个是节瓜香肉，香的是牛肉哦，上面还有放起司跟青葱。它有点像牛肉肉燥的味道，可是当它要很油腻的时候，它的节瓜会冲出来，把它的油腻感给解掉。节瓜是有点脆润的口感，可是这个润呢，不是它口感那种润，是那种蔬菜呢烤完那种甜味、甜感、脆感，刚刚好，很好吃。再来呢，这个就是茶碗蒸。茶碗蒸他们有一颗虾仁，感觉是半只虾仁，还有菇菇。蒸蛋就是中规中矩的蒸蛋，很滑嫩，可是它吃起来有一种玉米高汤的味道。可是它里面的虾子表现得很突出，是很 Q 弹的虾子。你如果喜欢玉米清汤的味道，这款茶碗蒸还蛮适合你的，它是蛮清爽的。你可以在前面吃了很多道的那种重口味的料理啊，再来一道这一点，解解腻，转换一下味蕾是很舒服的。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土瓶蒸，也跟别人不一样哦。我们真的需要一只汤匙，我去找一下。
刚刚去拿汤匙的时候，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这边的生鱼片，你可以偶尔绕过去看一下，他们会有新的鱼类啊，或者是鱼的部位在上面做轮替，就是我刚刚特别拿到的。刚刚师傅说这个是清干鱼的鱼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喝它的奶蛤汤。它的奶蛤汤里面呢有虾子，虾子是一整只咯。它的松露味很好喝诶，松露奶蛤汤，它的松露跟奶味搭配的刚刚好。它的奶不会让你很讨厌，它的奶是让你很顺口的，你会想要一口再接一口下去。它也有鸡肉丁，鸡肉丁有一点点的柴感，可是鸡肉本身吃起来还是甜的，喝起来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奶油的尾韵。酥皮浓汤跟土瓶蒸，我比较喜欢土瓶蒸，土瓶蒸的味道比较好。而且我是个海鲜控，猫最喜欢吃海鲜了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我很推。因为酥皮浓汤它里面没有其他的料，就是主要是在凸显它本身玉米浓汤跟酥皮的搭配。而土瓶蒸的话呢，它本身有海鲜跟它炖出来的鲜味，这个可以喝2盅。这里面的鲍鱼就是比较属于它的原味啊，是鲍鱼本身的润感，所以它不会太难咬，它是非常好咀嚼的鲍鱼，好喝，这我很喜欢。我有稍微放凉了，它的味道还不错，所以它热喝的话，你们喜欢喝这个热喝一定更赞。那这一款呢是前面烤物区那一边，我刚刚没有拿到的红酒炖蛋啊，因为刚刚师傅还在煮还在炖它，所以我现在才遇到它，戳破它的那个蛋黄。蛋黄是有点勾勾的哦，可是是漂亮的蛋黄颜色，这是经典的法式乡村料理。红酒它还有一点菇，很棒哎，这个味道，它的蛋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而且是甜的，配上它的那个红酒酱，红酒酱很舒服。只不过它吃的时候是一点点的牛肉末，好吃。那来吃这个是他们的羊排，羊排就稍微排了一下队，但都没有排很久。今天我们是平日晚餐来，我们排队都每一个餐台都不会排太久，大概也就5分钟以内就可以拿到餐了。他们出餐都还蛮快的。羊排这样浸闻的话，大力吸还有那个羊味，所以它应该是不会很烧。它没有很烧，我是吃原味哦。羊本身就很清甜，有口感的羊，感觉它本身有一点淡淡的孜然味，很好吃。羊排必拿，而且它有那个炭火的香气在上面，你咀嚼的时候搭配那个炭火香气，非常开胃，非常好吃。再搭一个酒，现在这杯酒呢是Urban Paradise 他们的招牌，在 OS 小水区那边可以点到这一款。这一杯的酒感没有很浓哦。我很怕酒味的人，我不会怕它。它很好喝很像水果酒的整个概念，很舒服。它是等你入口之后的尾韵才会有那个酒感出来，在搭配你的食物的时候，它是没有任何酒感，但它很好吃。它的羊味不是那种会让人家讨人厌的羊味，是一个温柔敞亮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吃的呢是韩式牛肉，厚切的韩式牛肉。师傅的餐台旁边呢，它有泡菜跟生菜可以自己做夹取，你可以自己自由搭配，看你想怎么搭。那师傅有说他的这个牛肉煎烤过后啊，上面会帮我们刷一层酱，刷的那层酱就是韩式酱。牛肉本身呢，姜出下去是非常软嫩的，切开来的里面呢也是粉粉嫩嫩的感觉，比较像是三分熟，吃起来是比较有咬劲的牛肉。甜味的话不会算是太死甜的，是比较自然的本身牛肉的甜味这样子的感觉。来看看它整体搭起来的感觉，你看它里面是有点深度的哦，比较接近3分熟。那把它们3个一起吃，很像瞬间的韩式烧烤店，是韩式烧肉。它的泡菜是偏甜口又脆脆的泡菜，自然回甘，没有那种大舌的感受，都是非常自然的，很舒服。接下来又稍微回来吃一下生鱼片，因为中途有发现它有那个清干，而且是腹肉哦，大腹肉这样。我自己这个清干是直接在嘴巴里面化开，不太需要什么嚼嚼啊，你稍微抿一下，你咬的时候它的那个油脂感、甜味会瞬间冲出来，就好好吃。那接下来呢，1、2、3这3个料理呢是在快易丁拿取的哦。那最吸引我的呢就是它的这个虾子，它的虾子是藤椒调味的，我很喜欢藤椒，所以特地拿了它。
然后再来这一个呢，是很多人都说他们的鹅肉非常好吃，而且只有在这里才见得到吃到饱。鹅肉的话呢，他们是采用云林的鹅肉咸水鹅。酱料的话，他们那边有3种，有辣腐乳酱，以及他们的鸡酱，还有酱油膏。先吃个原味。他们那是原味，就很够味。鹅肉非常有嚼劲，鹅肉是很甘甜，自然回甘的那种甘甜。他们的食材表现呢，整体都是非常复杂，自然回甘。那个辣腐乳酱，我比较喜欢吃原味，因为原味比较能够体现出它鹅肉本身的甘甜，辣腐乳酱就会盖过那个甘甜味，还有鹅肉的香气。但鸡酱，鸡酱有一点点的化学感，可是鸡酱还蛮好吃的，就是鸡酱跟它比较搭，其实还是原味比较好吃，我比较喜欢吃原味。接下来加酱油膏，酱油膏就是让咸水鹅再咸一点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如果你不喜欢任何蘸酱的话，吃原味就好了，它们原味就很好吃，它也不会说是油腻的那种鹅肉，是很清爽的。这是鹅肠，他们配酸菜，然后跟它一起吃。酸菜是很酸的那种酱，但咬了几下之后，它的酸度才会冲出来。鹅肠蛮新鲜的，没有腥味，新鲜的一咬就化开来了。当你还没感受到它的时候，它就不见了，好神奇。那这里配个西瓜汁，西瓜汁很甜哦，刚好吃完肉配个西瓜汁解解腻。这是藤椒酱，闻起来藤椒味不会很浓。其他的虾壳有吸到那个藤椒的咸味。他们这个虾子吃起来是咸水下去煮的，再喷点藤椒油的感觉，因为摸起来壳油油的。其实它藤椒味没有很重，本身吃的还是虾子本身的味道。藤椒的话，可能真的就是要吃它虾壳的感觉。虾肉一样很 Q 弹，这一款的虾肉比较咸一点，好吃。接下来呢，一样在快意丁里面，大家都很配它的鹅肉面啊、鹅肉米粉，因为前面吃了很多的小点心了、小咸食了，所以来带一点就是单纯的鹅肉汤而已。鹅肉汤，那旁边的这些小料都是自己加的，它本身汤里面只会有油葱而已。你额外你喜欢青葱啊、芹菜啊，你再自己加。它旁边还有蒜，你可以加。先试试看它的鹅肉，它的鹅肉是很甘甜，就是非常有弹力的鹅肉，很有活力的鹅肉，好吃。汤里面的话，我本身有撒点胡椒盐、胡椒粉下去做提味。我发现如果没有撒那个胡椒粉的话，它应该汤头就是非常的清淡，很清淡的那种。这款汤主打起来就是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爽式的，虽然你有看到很多的那个鹅油浮在上面，可是它没有太重的油耗味，也没有油感很浓，清爽。那接下来吃的这个呢是滑蛋牛肉粥。那滑蛋牛肉粥呢，主要主打师傅会帮你打一颗生蛋进去，那你再趁热搅拌就可以啦。旁边呢有一些小料你可以自己加，比如说青葱跟美生菜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搅开吧。这个是在醒酒汤系列里面的，里面有3种，就是蛤蜊醒酒汤，还有滑蛋牛肉醒酒粥，再来就是人参鸡汤，3种醒酒汤。你如果酒喝很多的话，只要来一下泡它就可以了。它里面加的配料呢，其实还有那种脆脆的油条，整体味道非常清淡。牛肉末的话也都是清甜的哦，唯一有淡淡的姜味。粥喝下去，一口就下去了，牛肉没什么存在感，你要特别去咬。大吉岭红茶香气非常足，无糖的，可是它尾巴会有一点涩感。快一定有很多的中式料理，那里面比较吸引我的是这个爆卵山虾炒饭。它用了3种虾，樱花虾、虾卵，应该还有虾子，但我刚拿的时候可能被拿完了，我有看到一些虾子，我没有捞到。这个炒饭很厉害，我很喜欢他们的炒饭。它还没有进去的时候，樱花虾就已经闻到，咬起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虾卵会啵滋啵滋的，跟饭搭配起来非常好。而且它的饭是有 Q 度的哦，饱满的米粒，这样越嚼越香。像有的炒饭会有那种油耗味，它没有，它有带一点酱油吧，因为还有吃到那种酱油的香气，它必拿，好吃。再来这个就是虾松，我有特地问师傅，这个白白的一丝一丝的是什么？他说他们是用冬粉下去炸过，炸的脆脆的。再搭配在虾松里面，那虾松里面它就有油条啊，跟虾子，还有青葱，好像还有丝瓜，就拿了一个美生菜的叶子。他们这一道主打就是因为它有加油条跟炸过的那个冬粉，会有一个油感，可是因为它搭配了丝瓜跟生菜，
才有添加，所以那个油感就被盖过去了，好吃。其实它是属于比较清淡的哦。那这个是看它的样子就很可爱，蛤蜊烧麦，所以就拿了，还来沾它的黄芥末酱。它里面是有包虾子，有咀嚼到虾肉的感觉。蛤蜊肉就这么一颗，它垂在这里。整体蛤蜊烧麦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像墨丸子。那这个是他们的川味麻辣烫，他们麻辣烫也有很多种，如果你只喜欢麻辣的人一定要拿。他们是非常川味，而且是有辣度哦，有一定辣度。哦，要点上吗？谢谢。后载具需要吗？不用。那刚刚有吃他们的麻辣鱼干啊，它的辣味是蛮冲击的，就是吃下去咬一口之后会瞬间麻掉的那种，应该是有到接近中辣的。所以你如果怕辣的朋友的话，要注意哦，它不是一个非常清淡的辣，它是非常川味麻辣的那种感觉。那这个是我喜欢的龙珠，我拿了一颗椒盐龙珠，它非常的卡汁，在外面很容易吃得到的热炒龙珠的味道，咸香咸香的，它的椒盐很够味。这是他们的虾饺，它的虾饺非常的大颗。它的水晶虾饺的那个皮是有个厚度的跟口感的，里面的虾子是很 Q 的，内馅很棒，皮也不错，只是它比较大颗，要稍微咬一下。再来就是这个蜂王奶黄包，会拿它纯粹就是因为长得可爱，就是长得可爱我就拿了。发现Urban Paradise他们有很多的小巧思，也算是他们的小心机，他就是把这种淀粉类的食物，就是你可能不会想拿它，可是他就是故意把它做得很可爱，让你就是会想要拿看试试看。我把蜜蜂肢解了，但它没有流啦，它没有流那个奶黄的感觉。皮的表现就是中规中矩，可是它奶黄包的那个包子吃起来还不错。好好喝啊！这是 Q 叔刚刚去拿的他的醒酒汤，它是人参鸡醒酒汤。他们的人参鸡是用紫米下去做的哦，所以颜色呢就是这样紫粉、紫嫩的。我来试它的鸡汤肉踩不踩？它有人参的香气，但它的肉就是比较柴一点点，他们算嫩的啦，调理的还不错。而且刚刚入口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参味很重，他们汤啊那个紫米味道也表现得很好。喜欢紫米又喜欢人参鸡的必拿。甜点时间到啦！他们这边的冰淇淋都是跟全伟家做合作，联名的双淇淋有2款，这个呢是蜜烟微醺的圣代，它里面呢是说有含酒，那它的底下呢还有用马斯卡彭当底部，还加了一些坚果碎，再来就是哈密瓜冰淇淋。那哈密瓜的话是他们哈密瓜酒，那你们会看到这上面没有培根，是因为我对培根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地跟服务人员说我要培根，我是有跟他说培根可以帮我拿掉这样子。它的哈味很重，它其实没什么酒味了，怕会有酒味的人应该也可以试试看。可是你如果是对酒精过敏的人的话，就建议不要尝试，因为怕它还是有酒精成分在。它的坚果搭得很好，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哈密瓜冰淇淋是蛮甜的，其实甜度还蛮高的。然后你吃下去的话，你吃到那个坚果就可以把那个甜味给盖掉。它这里白白的是有马斯卡彭，它的马斯卡彭的奶味啊，跟它做一个融合，就是很像奶香冰淇淋，很好吃。而且你3个融合在一起之后，它甜味被中和掉，你就会一口一口的一直挖下去，一直挖下去。这个我很推它那虽然我对培根还好，可是还是小小的给它尝试一下，因为其实我比较怕肥的东西，不是不能吃它，就是比较怕而已。那培根我就稍微咬一口。它的培根有一种肉干的感觉，真的很肉干，可是它还有枫糖浆的味道，那个枫糖浆的味道还不错。那这一款是他们的牛奶冰淇淋，香草味蛮浓的，这很适合小朋友，因为它就是培根加上冰淇淋，咸甜的感觉。可是这边你如果吃它的那个马斯卡彭啊，它就会被它的香草牛奶冰淇淋整个盖过去。
反而没有刚刚的哈密瓜冰淇淋那么的突出。他们冰淇淋会上瘾，真的会上瘾，很好吃。那这2款双麒麟的话，会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哈密瓜口味的。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，拿哈密瓜口味。中途呢来一个巧克西多，它是薄荷下去做基底。哇，那你要不要说？太久了，酒感很浓，可是它的酒感是很奇妙的酒感，就是漱口水。这样是不是会被打？它是好喝的，它现在看起来就很像漱口水啊，甘甜味，好喝的。只是我刚刚还不知道怎么接受它，所以觉得那一瞬间很像我在喝漱口水下去的感觉。喝第2款，第2口交给你。好啊，因为它酒味比较重啊。另外这一款呢，试看看。这一款呢，就是我刚刚看他喝好像很好喝，而且我有闻一下味道，可是他跟我说这一杯适合给有故事的人来喝的。非常大的，是一杯有故事的酒。对，可是因为我怎么闻都很像黑糖荤桂，就是泡面上面的那个黑糖荤桂的味道。我一点都不相信，就是这是什么大人味，这是什么故事，是有多沉重的故事才能背负这杯酒？喝了你就知道。我刚刚被巧克西都吓到，我现在有点，可是它很香哎。哇，很大人吗？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故事？我觉得缓一缓，这故事太沉重了，这很难去，有一点冲击到因为我本身平常很少喝咖啡，也很少喝这么重口味的酒精。它有威士忌吗？有。哦，我真的很少碰威士忌，这对我来说算出新手村的，直接越级打魔王那种概念。威士忌、雪莉酒跟冷萃咖啡。可是它的尾韵比巧克西多好，它的尾韵是很甘甜的，而且咖啡的香气一直在鼻子这边萦绕，是很舒服的，就是舒服到你会想要马上睡着的那种感觉。巧克西多我喝加了薄荷，味道很强烈。个人没有很爱，我比较喜欢有故事的酒，因为它一闻就黑糖荤桂，就真的超荤桂的感觉。布朗尼蛋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厉害？他们那是师傅在帮你拿出来的时候，还会帮你另外做一个打盘的装饰。这个是给蚂蚁人拿的，我们的 Q 酥，我们的长进人最爱布朗尼或者是巧克力系列的甜点，越甜他越爱。巧克力最棒。先偷吃你的一口。好。哦，很甜吗？对我来说太甜了，我平常没吃那么甜的，我连茶都是喝无糖的。太帅，那么甜。哦，它的棉花糖很牵丝棉花糖会牵丝喜欢它那个酱。那薄荷很好吃师傅，我看他拿出这个蛋糕的时候，他有用喷枪稍微烧过，所以你看这里会有炙烧的感觉。哇，他的那个布朗尼好罪恶哦，而且我刚吃他那个布朗尼很湿润哎，加上刚刚的酒，非常完美。那接下来我吃的，这是我一眼看到它我就想吃的。我喜欢伯爵茶，我喜欢茶类的甜点，而且我也喜欢栗子，我喜欢的2种甜点，就不知道它会如何。切开来，它底下就有一个塔皮，中间感觉是栗子馅、栗子酱。如何？伯爵奶茶变成蛋糕在你的嘴巴里，而且它很温柔哎，它上面这个吃起来是伯爵慕斯的口感，中间这个第2层就是栗子的味道，栗子的味道很绵密，蛋糕就是比较松绵的蛋糕。它的塔皮其实蛮酥的，我刚刚这样吃，它的塔皮还酥酥的哦，很好吃哎。要不要来一口？蚂蚁人的一口都好大，很好吃吧？它的配件不会去抢味，它伯爵味非常浓，它的味道是有层次的哦，很好吃。你如果怕很死甜的人的话，这一道我就非常推你伯爵栗子塔。接下来吃的这一个呢，它是 banana 蛋糕，有香蕉。
感觉是1、2、3层吧。闻起来是香蕉味蛮重的一款。它非常的绵密，在嘴巴里面就直接化开来了。香蕉味是很舒服自然的香蕉味，真的是入口即化。它这2款甜点都表现得很好，就真的很好吃。这2款都不死甜又很棒，而且蛋糕体的话都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像这个蛋糕体就是比较松软，像布朗尼就是比较绵密。伯爵的话，它就是属于这2个之间，好吃。他们的缺点就是甜点都太大块了。再来这一个呢，就我觉得是蛮有特色的，可是它的颜色有点深，它叫做赤葱肉松费南雪。一般我们在外面费南雪看到的都是原味居多，金砖蛋糕啊，可是很少看到有人做赤葱的搭配。它这个费南雪蛮脆的哦，你要吃的时候稍微含一下再咬。喜欢创意一点的东西的话，这个一定要吃。它的味道其实不错。现在呢，吃的是最近很夯的，它叫野莓丝绒生甜甜圈。现在有各大的那种生甜甜圈呢，都非常的夯，甚至都要排队好久才可以买得到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其实不用排队了，它就是旁边甜点区就可以拿了。它的馅其实是蛮多的，你看，我刚刚吃下去。第一口就直接碰到了，它还不是馅只有灌在中间，它是整颗都是馅，也没馅，整个灌满满。而且它的面包像那种松软，吃起来也没有油耗味，蛮舒服的。我是很能吃酸的人，我也有感受到它的酸，所以一般怕酸的人的话，可能会觉得它爆酸。我们吃外面的野莓酱会有一种，有些店家它会调的有点像那种牙膏的味道，可是它没有，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野莓果的香气。他们酱很好吃很好吃，很自然，它不是那种外面坊间随便乱做。对，我有查过资料，生甜甜圈它是用布里欧修的那种面包面下去油炸，所以它吃的那个甜甜圈的那种感觉，会跟外面我们一般传统吃甜甜圈的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。会比较柔软，比一般的还要再蓬松再柔软。那我吃的这个口味是肉桂糖霜甜甜圈。我现在进闻的时候有闻到它的肉桂味，不知道吃起来是如何。你有吃过吉拿棒？有，一模一样吗？其实不太一样，吉拿棒它是不是比较有口感，脆脆的？它是，你看它的孔洞，它是柔软版的。好端呀！他们的很端很好吃，所以它跟吉拿棒是不太一样的。它打上那个肉桂粉跟那个糖霜感，就是你在吃吉拿棒外层的那种感觉。那甜甜圈好可爱哦！哇，它那种端感觉又很疗愈，是不是很舒服？端。我不能玩食物，我要认真吃。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吃完了 Urban Paradise 他们的9大主题餐区，没有办法做到全部开箱啦。他们的每一个主题餐区呢都做得非常的有诚意。以我的口味来说呢，我是算清淡口味的。那它的9大主题餐区呢，这样体验下来，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有三个餐点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拿看的，那就是干贝系列的。他们的海胆干贝最终，它的那个最终饼很香。干贝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又鲜甜。再来呢就是第2个有印象的干贝呢，它就是接骨木油醋干贝，整个非常的清甜，而且吃起来呢干贝是最滑嫩的，也是有它的一个爽度在，我很喜欢它接骨木的味道。第3个呢就是它的 Viva 铁板餐区呢，他们的干贝也很赞，而且它这一次比较不一样。干贝呢是分开来的，它不一定要求你一定要搭配一个松饼。它的松饼呢，就是师傅他们已经把它做好了，放在前面。他在取餐的时候只能拿2个，它总共有虾子还有牛肉以及干贝，只能选2种。你也可以一次选2颗干贝都没关系。那干贝我强烈建议就是要搭配他们的海藻奶油酱，他们的海藻奶油酱很提那个干贝的味道。表现都非常的有特色，他们的生蚝也都是非常的优秀。再来就是它的羊排也没有很重的羊骚味，所以我觉得你要体验的话，一定 Viva 铁板区
大家都排队的这个餐区，一定就要去试试看。再来就是第二个我推荐的餐区呢，就是欧轩坝。欧轩坝他们的海鲜呢，就是一如既往有继承他们蒋斌集团的特色。虽然有一些就是中规中矩，可是它多了很多创意的料理。像我是很喜欢吃很多小东西的人，我就因为那些小东西，我的目光就会被吸引住，我就会忍不住越拿越多。我本身是喜欢原型食物多的人，可是他们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心机啊，就是让你吃很多的淀粉，把你的肚子呢吃饱。当然，你体验下来也是非常好的。欧轩坝呢，它的生鱼片，你真的就是偶尔经过的话，你就是要看一下，因为它会出现新的鱼货，或者是说鱼肉新的部位，而且都是好吃的，它们品质都是不错的。沙拉区也不错，它的西瓜丝绸乳酪沙拉那一款的话，我也觉得很推，它搭配的都非常好，而且他们有很多酱都是他们自己做的。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特色。再来就是新酒汤系列的，我个人比较有印象就是它的神神鸡。我自己个人是拿牛肉滑蛋粥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转换口味适合的东西。你真的要喝到就是让你醒酒的话 ，Q 叔他拿的那个人参鸡汤，它是蛮适合醒酒的，还不错。再来就是我很喜欢的好物区里面吧，东路那一个土冰蒸，那个土冰蒸的味道很好，我觉得这个汤是必拿的，它哪一个的味道吃起来也整体都很舒服，里面的海鲜料也很多。再来就是它的调酒，因为是餐酒馆，调酒部分的话就是一定大家都推的，因为像连我不爱喝酒的人，我都会忍不住去拿它的一些气泡酒啊。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搭配酒，你也可以问他们的 bartender， 很贴心，所以提供你就是你要怎么搭配啊，或者是他看你餐盘上面拿取的东西，他会帮你做搭配。这点他们的服务都是很棒的，我很喜欢。2款的无酒精调酒，对于我来说，我是很怕酒味的人，我都很爱。他们的服务呢，我有确切感受到，他们都是蛮温柔的啊，也是蛮亲切的，也会很仔细的在带位的时候就跟你讲各个餐台在哪里。中间过程当中的话，蛮有良好的互动，我有感受到服务。它的9大主题料理的水准，我觉得都有到中等。这里有太多的菜色了，我今天一天的话，其实真的吃不完，而且我吃的是蛮快乐的，它是一个很放松的节奏。我给这里的回访指数呢，如果它是有10颗星的话，我会给到10颗星，就是满星，因为他们的餐点有中上的水准以外，服务也很棒，很喜欢他们每一个创意小吃。再来原型食物的调味呢，都有保留食材本身的鲜甜味，它没有做一些过多的烹饪，都很棒。但我比较惊艳的就是甜点区，我原本想说，外面一些吃到饱的店，它的甜点区估计都是一些可能叫过来的啊，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半成品的组合。可是二本他们给我的感受是很像是师傅自己做的，因为就是不死甜，也不会很腻，你会一口一口直接就突然就把它吃完了。再来他们跟全伟家联名的冰淇淋都有惊艳到我，都是很好吃的。但我们有一些画面是没有补到，就是之后我们有2刷或3刷的时候再补给大家，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冰淇淋有多好吃。全伟家他们做的口味也都很用心，很好的体验啊。那感谢大家呢来看我的影片，这里呢一样祝大家幸运满满，财宝旺旺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